好 ，OK， 怎么样了哈？准备好了，我头发很乱。好 ，OK， 好，大家好哈，那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前几天想了一个名字，就是之前节目结束后，我们想了一个名字，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啊，不要每次都是忧郁症的直播的样子。对，所以我们现在的节目名称叫做太太生病了。对对对，太太生病了。对，那大概会从这个太太生病的过程当中，那因为我女王其实已经身上当中啊，你要别麦克风。好，来我自己别。好，对，那我们就是因为我女王她其实身上当中其实有一些生病的一些情况啦，那也蛮多种的，很多种。对对对对，那所以不行，你这个要对着。好。所以他会就透过这个生病的过程当中，然后来分享一下他的经历这样子。所以可能不只是忧郁症，但是未来还是会以忧郁症为主要的题目，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你可以稍微再靠中间一点点，对，好 ，OK， 好，那我们就不想跟你那么近。OK， 好，对，这就是他的真实反应。OK， 好，那今天要来聊什么哈？今天要特别聊这个用药的部分，忧郁症用药的部分。那会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最近蛮多人私讯有关于可能他或就是本身或者是家人当中有在忧郁症用药的过程。那这个用药的时候会有蛮多的纠结跟挣扎的。那有时候就是甚至你在不仅是自己不想吃，有时候可能是家人也希望你不要用药这样子。那中间当中会有一些状况啊，对，摩擦啦，甚至是对理念不合，那甚至是对自己本身的疾病并没有好帮助，反而是有更多的坏处这样子。对，所以我今天特别就是跟我女王讨论一下，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个题目这样子。对，那我要不要说一下你现在一天当中大概需要吃多少的药？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是我的1个礼拜的药，周一到周日，总共就7天。然后这是麻将盒吧？只要我没有要置入这个，只是我跟你讲说，这一打开的时候，它总共还有早餐、中餐、晚餐，早中晚，然后在睡前这样子。那这个药是我1个礼拜所要吃的药。那如果是一天的话，我一天的话大概要吃到30几颗啦。那其实主要一天30几颗，主要还是有那种保健食品在里面。然后最主要的话就是忧郁症的这个症状，就是算有大概有20颗，因为忧郁症的部分就要吃到20颗药。对，20颗。因为我还会买那个保健食品，让我更舒服一点这样。所以我会买那个茶胺素。这些主要是比较保健的部分。对，那没关系，你保健部分我们待会再来聊一下。Okay, 我们想要先问一下，就是说，就是因为刚刚有听到说忧郁症部分呢，你大概就要吃20颗，这个是医生开给你的药吗？其中大概13颗是医生特别开给我的药。这都是针对忧郁症这个病，还是说有没有其他的疾病当中开的药？没有，就针对忧郁症。那为什么需要吃到这么多颗啊？那你都是早上、中午、晚上分3餐吃，还是说就是都集中在一个时段？因为之前我都是集中在一个时段呢，就是睡前吃，因为睡眠障碍是比较就是比较多这样子，就只要没吃药就会睡不着觉。所以其实有睡眠障碍的部分这样子。对，有睡眠障碍的部分。OK， 那还有吗？然后再来就是当然就忧郁啊，然后就很down这样子。然后我就记得就是有时候你真的突然间很down的时候，真的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就会赶快去看医生。然后就要求医生帮我加药这样子。然后医生他也会再过就是诊断一下之后确定好我的状况，然后就斟酌药量给我
做这样子。那因为我有一阵子是前阵子真的很荡，所以呢，他给我了早上午的药，然后那个上午药我就爱吃不吃这样子，就没有想到就是没有起到作用，然后就反而更荡，就整个就是心情更差这样。你是说医生给你的药没有起到作用，吃了反而心情更差？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就是我就吃早上的药，我就是有一天没一天的吃啦。那因为其实它是辅助你情绪会更稳定的情绪这样子。是。结果我忽略到这一点，我就想说反正早上药只是放松药，应该没什么关系，我就没有吃了。结果没想到就是越来越荡这样子，然后就很危险，我自己知道很危险，我就赶快去找医生了。然后医生跟我说你什么药有吃吗？我说没有吃。他说就是这个是有药性的，这要长期吃的这样子。所以我现在早上绝对不能没有那颗药。OK， 所以说其实是医生有跟你说应该要怎么吃，但是你没有按照医生的医嘱，对，所以说后来状况其实当时状况并不是很好，就真的不好。然后就是因为如果早上心情不好的话，你晚上也更不好这样子。OK， 好，那谢谢德川有帮我们加油这样子。那中间如果说大家有在这个部分，如果说你有关于忧郁症啊用药的这个区块当中，你有些疑问，你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那我们都会尽力的会去分享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再回来。那刚有提到说，就是医生他本来就跟你说了，那当时你为什么觉得你可以不用按照医生的方式去用药？因为我想说，我吃了2-3天之后，就心情又比较好啦，然后就觉得说，比较好了，那就不要吃药了。OK， 就是好了就不吃了那种感觉。对。你怎么去？你当时的好的那种感觉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啊？那时候好的感觉是长什么样子？就是心情很愉悦啊。就觉得没有什么好，什么天塌下来也没关系的那种。然后就很开心，到处跟他聊天这样子，然后就发现，怎么有一天突然间瞬间好像是化掉了，那个开心的那个满足感，整个就卸掉了，泄气的那种感觉，泄气，对，气球泄气的那种感觉，这样。所以它是突然一瞬间的那种对，突然一瞬间，你早上起来就发现了。所以其实你在一开始先按照医生的嘱咐的时候就用药了，那用完之后，那状态其实不错，觉得好了之后当中就想说那我就不吃了，然后结果它算是一瞬间就算这样泄下来了。没错。那医生有说是什么原因吗？医生说他就是有药，他这个是有药性的，所以你一定要吃这个药，就像是我们的慢性病，你一定要吃，就是没有吃的话，你慢性病的那个处方签药，你如果都没有去吃，那你的那个生命，你的可能例如说糖尿病啊，或高血压这种东西，你就是好不了啊。OK， 所以说其实它就是有点像慢性病在用药的那种感觉。对，其实是这样。对，这边 X 博士有说，就好像都会忍不住不按照医生的这种方式，就好像是大家每个人都天性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感冒药吃个2天没有吃完，反正就好了就不吃了。对，这很正常啊。那时候是这样想，结果我发现不对，因为那种有药性的，它其实在你的血液浓度是有的，血液浓度都是一直保持有药，你按时服药，那按时服药真的很重要，就是你只要有按时服药，你的血液浓度它的药效它就会就是维持在那个平衡点，所以你就都不会荡下来。我们在之前的有一场直播有提到说，就是其实像忧郁症的药，它其实主要都是针对荷尔蒙的调整。那荷尔蒙的调整，它其实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做一些维护。那就是你吃的时候，然后里面的荷尔蒙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激素，就会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浓度的状态，就会很好。但是如果没有吃的话，那个浓度就会掉下来。对，所以说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这个指示当中去用药。那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来问，就是很多人都会有疑惑，就是说，那这样子我是不是要吃一辈子的药，对不对？这一辈子吗？就看你怎么。如果说你真的
你如果说你觉得你已经过了那个嗯心情，你自己的感觉已经过了，那个其实是可以渐渐减药啦。因为其实有一阵子我真的是好到可以开始减很多颗药了，对。可是你知道很恐怖的时候，你真的减完药之后，他你的情绪又会不好的时候，你又马上就开始又有问题了这样子。你把那个耳机拿起来，它要弹。OK， 所以说其实是你有尝试减药的过程这样子。我都有啊。对，那只是说在当时候，你减药减了，就是说有成功吗？你觉得你减药这件事情，因为一定很多的，不管是家属或者是患者本身，他们一定也想要减药。对，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减药的过程啊？我的减药是这样子啦，我的减药的方式就是说，医生我都会回诊之后就会跟医生讲说，我觉得我最近睡比较好，然后也比较好睡，好，或者是情绪起伏也没有那么大，或者是那么down这样子，就是很低落这样子，然后已经都没有这样子，所以才会开始就是跟医生讨论，然后讨论完之后，他就会跟你讲说啊，你这颗可以剥半了，或者是剥成1/4颗等等这类的这样子，对。然后当然就是你状况不好的时候，医生就会多开药说你这个多吃没关系，就是主要是让你放松好，就是心情好这样子，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现在晚上的药大概有12颗。12颗。对。那像这边有观众在问说，这些药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啊？会有副作用，因为你的药啊，其实我们要有一个认知，就是说你所有的药，为什么人家都说按时服药？因为你按时服药的时候，你的血液浓度，那个药才会在那个血液浓度维持平衡。那真的会有一些副作用，可能大概就是1-2个月。像我一开始吃药的时候，我就整天就是晕啊，然后想吐。会想吐会对，晕。然后那一阵子就暴瘦，因为你吃不下，对，然后就很晕眩，就因为晕眩，然后没办法这样子。然后但是呢，大概维持1个月之后，那个就好了，就整个都好了这样子，没有什么副作用。对，就是说可能其实因为你在调整荷尔蒙的过程，对，荷尔蒙一改变，就的确可能会有产生一些，可能有的人是头晕，有的人可能是想吐。其实大部分就是头晕就会想吐嘛，这是影响的这样子。对。那有人他可能还会有别种的副作用，那是看体质的部分。对，因为那个现在的那个卫福部他写的都很清楚，用药，然后什么东西，然后会有什么副作用，他都写得一清二楚这样子。那个时候你在遇到这种头晕啊不舒服这种想吐这种副作用的时候，你是怎么舒缓它的？我舒缓其实没有特别，因为工作还是要做啊。然后就是真的晕的话就休息一下，然后如果吃不下就不要勉强这样子。对。那如果真的再不行的话，你就赶快再回去找医生这样子。对，就是赶快再问医生该怎么办。对，他就是已经造成生活影响的时候，就要赶快去找医生了，就不可以一直在拖下去这样子。硬要用药也是不对的事情，因为你已经不适合你了，你还一直吃。对，所以只要一有问题，马上跟医生说。所以其实在一开始最重要的就是调药的过程，调到一个适合的药，对不对？对。你那时候大概调药，你觉得你调到一个蛮适合的药的时候，大概花了多少的时间？那做了什么事情？哇，这个真的调药真的调很久，我大概调了2年吧。调了2年的药哦。对，不是那是医生不厉害吗？当然不是啊，就是因为你吃药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我好像我吃了血清素，我开心哦。可是我吃了那个睡眠药，我就睡不着，怎么样就睡不着，因为医生就是只开放松药给我，所以对我来说就没有效，所以就变成是我是重度的那个睡眠障碍。然后所以我现在就真的就是加药加很多。所以变成说我现在最近可能像这样子哈，我这几周我去找医生的时候，那个药已经对我来说不管用的时候，我就会
你可以发现你自己的那个药效已经对你不管用，或是药效已经造成你困扰的时候，我就立刻马上就去找医生这样子，然后再跟他讨论，然后就分享。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我是要告诉大家是说，你啊，只要有病症有状况，然后你就赶快写下来，然后赶快去找医生，然后给他看这样子。你说写下来是要写什么？写你突发状况，例如说，我今天突然睡不着，我很忧郁、很焦虑，然后我一直想自杀这样子，这种事情你就要写下来。然后因为你每天的状况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要去看诊，除非是说你真的很紧急的，马上就要去看医生，不然说就是调药过程通常是2个礼拜就回诊一次，2个礼拜回诊一次。那你可以把这2个礼拜的你的状况，你的那个心情状态，或者是你怎么样，副作用的事情也可以写，然后你心情状态也可以写，什么都可以写这样子。所以就是把你的这个在用药过程当中呢遇到的状况把它写下来，然后到时候回去找医生的时候，医生就会比较好判断。对，然后你也可以写出你觉得吃了这什么药，你觉得这个有帮助，你要记得就是这个有帮助，这个很重要。对，因为其实我们调药的时候大概都是2个礼拜，甚至1个礼拜就要调药一次。那所以1个礼拜这个是很关键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说，这个礼拜下来我觉得我有什么感觉，2个礼拜我有什么感觉，那你就会察觉到这个药不适合你，这个药适合，这样子。就是其实像之前我有时候在接触一些学生，然后可能家长他们可能也要让他们的孩子去看医生，那可能大家会习惯的把就是像这种忧郁状况、身心疾病，把它当作像是感冒一样，一去了，然后医生好像针对你的症状马上就压下来。但是其实很重要的是前期的因为他要服用至少3个月嘛，那这个前期的第1个礼拜或第二个礼拜的时候，1周2周，1到2周，他们在调药的过程就是需要很仔细的记录，才可以帮助医生可以缩短这个调药的疗程。没错，对不对？所以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其实不太知道，所以也没有记录下来，所以让你调了2年的时间。我有记录你那时候就有记录了？我就有记录啊，然后所有状况我就会写出我很愤怒，然后或是我很忧郁，然后一整天都在哭。那我会把他假如说今天是7月几号，今天8月1号啊，8月1号，我很想要揍人，然后或者是8月2号的时候我都睡不着觉，然后8月3号的时候我想自杀，等等这类的事情，你都可以全部把它记下来。然后记下来之后你就去给医生看说，看吧，我最近就是有什么状况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医生就可以很快速的进入状况，然后再帮我们做一些调整这样。对对对，没错，这是我太太。对，因为可能观众们比较第一次来看这样，对，这是我太太。那我们会针对这个忧郁的部分当中来做一些分享。那今天主要是针对用药的部分。对，那所以刚刚其实这样听下来，其实你患者自己当中你要做这些，你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去把自己的这个病症记下来？因为其实我觉得要做这件事情其实蛮不容易的。不容易。你怎么会想到这一招啊？因为其实我说真的，你好，那个同学你好。那其实是这样子我突然觉得我就吃了药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恍神，然后不舒服。可是你真的下次要跟那个医生在沟通的时候，你就完全空白，然后你就要一直想，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怎么样这样。然后最后我就决定，我想说算了，反正手机很方便嘛，你就随时随地就不开心的时间点，随时随地就输入进去这样子。然后可能就输入进去之后，通常我也会就把它输入起来，然后之后我就直接给医生看这样子。OK， 所以其实因为你觉得当时会记录的原因是因为你后来在跟医生要讲病症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会想不起来，对，就完全想不到。对，真的完全 OK， 所以其实记录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啦。对，其实那你不用写太多啊，你就是大概讲一下说对，就是很短句这样子，不是要你
写日记啦。对，就是比如我的感觉很忧郁啊，很快乐啊这类的。对，就这样子。OK， 就做个简单的记录就好了。对，好。那我们再回到刚刚就是说，其实，在减药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刚刚其实这个话题还没有讲完，因为有些人他们其实很想要，就是说我不想要一辈子依赖药物这件事情，这样。那你的减药的过程当中，因为其实你中间减药也有好几次失败的状况嘛，经验嘛，对不对？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些你的这个减药的这些心路历程？其实这样子因为我们人啊，就是会随着可能尤其是天气啦，天气啊什么之类，会有一些害怕，这样对吧？就会有影响到自己的那个，或者是早上起床你就整个心情很不舒服，就是很糟就对了。对。然后那一糟就会糟一整天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把它记下来。就你刚问我什么？对，我刚刚问你的是说，就是减药，因为你的减药也蛮辛苦的。对。那你要不要跟我分享一些减药的过程这样子？减药的过程其实你就看状况，其实真的很好状况。其实啊，减药的部分是什么？就是减药部分就是这样子哈。最重要的是血清素，你绝对不能减。医生说你可以拨半，你可以减再减这样子。那再来就是他会给你足够的分量，你就会保持说，我觉得我最近睡比较好，我就可以开始减半了，或者是减1/4，然后再2/4，先吃半颗，减掉半颗，然后半颗你就半颗也睡得很好，好到就是早上也爬不起来的那一种，然后你就再减成4/4，就是变1/2。对，1/2，从4/4变1/2吗？是不是还有2/4吗？2/4就是2/4，不，3/4。就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减，对，一点剥，就是你把那个剥药的话，就变成可能把它分成4等份这样子。然后你不行，你就先剥半，然后再来就是，然后再剥那个3/4那一块。对，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说，就是你也不跟我讲一下，就是你很纠结的。好，不好意思。OK， 好，就是慢慢的减药的样子。对，OK， 我们没有快哭了，对，就是说这个就是分享一些过往的经验这样子。对，就生病的时候，真的有时候真的很没有精力，就是到底要不要减药这件事，因为你吃好像就比较没有力。对，然后可是不吃的话，对病情又没有帮助。对，没错。对，就是说你中间当中你要去做这个平衡跟拿捏这样子。对，那重点是还有医生还是会提醒你说，这个是比较不影响你的你可以随时减掉，或者甚至可以不用吃。对，然后你就是观察一阵子。可是因为有些人已经有依赖性了，像我有一次，我这个减到真的就是剩3颗药，晚上只要吃3颗药那一种这样子。我就医生说，你要不要再减药？我说我不要，我害怕睡不着。对，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你要看任何状况了。那像这种，像这个其实就会有一些人就会纠结，就是说对依赖这件事情，对，就是说他就是好像变一辈子吃药，尤其是你可能患者就算了，也许是家人，他会觉得说，你不要一辈子吃药，你就是让自己去多累一点点，然后就会睡得好，就不要吃那么多药。面对这点，你怎么看？其实我曾经我是2个礼拜都没有睡觉整2个礼拜没睡觉，早上你也睡不着，晚上你也睡不着，永远都睡不着，然后就是看着太阳日出，然后又日落，然后日落又日出，就这样子连续2个礼拜。所以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你累了你就会想睡觉。那时候我有工作啊，可是我回到家就是没办法睡觉。就因为你生病了啦。对，生病了。对。所以其实就是还是需要透过药物的协助。没错。对，那如果说今天如果家人跟你说就是不要吃那么多，那你但是你知道你自己必须要吃这个药的部分，对，你怎么去做这个平衡呢？如果说今天遇到这个状况，我当然是听医生的话，我绝对不会听家人话。如果家人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家人说啊，你卖讲油啊啦，你不要吃药啦，你这样会洗肾什么之类的，我会直接回答说，你又不是医生。对。其实吴医生有说过他是专业的，要听他的。是，对，对，我的意思是说，我是专业的，都要听我的。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交给专业的，我们不要交给那个不知道的人。对，其实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就是我觉得就不知道的人就是什么人？陌生人吗？对，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个状态，就是说，有时候他都会用一些自己的认知，就是不要吃太多，对身体不好这样子。但是人家是医学系毕业的，人家开的药，人家就是一定会有这个所谓的专业。对，没错，累不一定睡得着，真的。所以就算是这种东西，就是生病的这个状态，就是生病的状态。所以说，我们一定还是要遵循专业的，不要自己来做医生，不要自己做判断，不然他只会延误你用药的这件事，就是治疗，对，治疗变得比较快，进入到他这个恢复到好的生活品质。因为再就是，如果你真的自己偷偷减药啊，你整个那个血液浓度下降的时候，药的那个浓度下降之后，你也会晕眩因为你都没有吃那个药，对，你没有吃那个药，它整个就晕眩，你会很不舒服。你有过这种状况吗？有，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那时候我吃血清素的时候已经过嗨了，对，然后医生叫我减一颗血清素，我只减1颗，我真的不舒服1个礼拜。你当时的不舒服大概是怎么样的状态？就头晕想吐啊。是，所以说你是一次1颗就不吃这样子？对，然后因为我医生真的非常专业，他跟我说你只要，因为他其他还有其他的医生这样子，那其他医生就会说，不然你拨半吃，然后就我的医生就直接跟我讲说，你直接不要吃了，就是你只要不舒服个1个礼拜，我告诉你就撑过去了，我就听他的话，他就撑过去了。对，我觉得这个医生真的很猛。对，我医生很猛。对，通常我们都是尽量慢慢的调试，但是没有，就是跟一下就过去了。对，就是说 OK， 好，那这个就是减药的部分的样子啦。对，那讲到就是既然讲到减药，然后我们就来聊聊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会不会有大量吞药的这个状况？其实大量吞药，我也有这种状况，因为我真的很想赶快好。什么意思？就是我真的觉得忧郁实在是沉重人生，你知道吗？这个好像什么都压死的，然后你也很不舒服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是当初是我可能在生病1-2年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排斥说我要吃药这件事要吃多久，然后我就会自己想说那个药我一次给他吃1把下去看会不会有效。那其实这个也是自杀的行为啦，对，真的实在是也是很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才会做这样事，然后就哭着说为什么我好不了这样子。可是现在我真的觉得你真要吃药才会好，就是吃就对了。因为我的医生很猛，他说我吃过的药他都吃过1轮了，他知道说什么药适合谁的。是，对，他那时候他全部都吃过一轮的这样子，所以他本身可能也有一点睡眠障碍啦，我猜啦。所以说，其实你那个时候你刚刚有讲说你想要大量吞药的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个动机是你想要赶快好。没错，对不对？而且我真的那时候我超害怕，说我好不了要吃一辈子，那就还是吃了一辈子啊。我现在我已经吃药10年了，对。然后我也觉得说，有加药我会比较安全感这样子。对。OK， 反正因为这些服用的药物的过程都是经过医生的指示的。对啊，对，那只是说，当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真的也不太能够接受自己一直要吃药。真的，就是我很怕会吃一辈子，吃到死这样子。对，然后医生就讲说，因为其实现在药物啊的研发效果其实真的很好，它其实也不会残留在体内啊。你多喝水，它就排出了，就 OK 都没有事。而且很多医生也是吃安眠药睡觉这样子。对，所以应该不是说很多医生啊，这个可能有点错。对啊。就是但是
医生就会跟你讲说，你既然不舒服，你就是用药帮助你睡觉，然后作息正常，这个还是最重要。这样有好的生活品质啊，透过药物对帮助你维持一个好的生活品质。对对对对，比对，起不吃药这件事情，可能更为你会重要。更痛苦啦，我是真的这样说。对对对，那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有一次，就是他也有好几次啊，就是有大量吞药的这个状况。对，那其实一开始我从一个家属的角度来看当时的状况，就是那个时候第一次遇到他大量吞药的时候，其实我也很紧张，所以马上第一个动作就是要送他去医院嘛，急诊。那我还记得他都是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对，就突然就是大量的药就吞进去。那因为通常一次拿都会拿1个月左右，对，拿1个月，然后就开始剥，然后剥了这样子一大把，然后就给它吞下去这样子。对对对对，当时我记得应该也是吵架吧。这个我们不要说这件事，这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们就是在分享。的确有时候， OK 因为觉得我们有时候就是相处过程，那一开始会也是会有争执嘛。那时候是刚结婚呐，所以就摩擦都很大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就磨合不了，所以我就说算了，反正就这样子吧。对对，就是求生意志也比较低啊，那很低的。对，那就趁我不注意的时候，他就是一把药就吞进去这样子。对，那吞进去，那我那时候一知道他吞了很多药，第一个动作就赶快就是送医院啊，然后急诊，那就洗胃，有第一次洗胃的经验。有第一次洗胃，然后就之后呢，我洗胃之后就那个，因为医生就应该就是判断我就是自杀啦，所以呢，他就是通报卫生局，让卫生局这样，然后我们的那个卫生局的人员就会打电话问候你，说吕小姐你还好吗？这样子，你最近心情如何？这样。我心想说干你屁事啊！就是我心想说，怎么会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这样子，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其实还是很多人关心我的啦，只是我不知道这样子而已。对对，但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在他洗胃的那一次，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吞这么多药？对啊，对，那个时候其实我以为他就是没有求生意志。就是算了这样，就是对于人生就没有任何的留念，就想要离开这样。可是他当时给我的回答我是很震撼的，他说因为我想要赶快好，就是我其实那一刻其实还蛮纠结的，就是说我以为他是这样的个想法，就是不好的想法，但是其实他是更有求生意志的一种的表现。对，因为我需要分享一下，就是说那种自杀的状况啊，就是其实吞药你真的吞了一大把下去，2大把下去，你只会撑死啊，你不会吃药死，不容易，不容易的，不容易，除非你夹杂很多药，然后他们的那个药的状况就是排斥还是什么，对对，才会有突发性的死亡这样子，但是这种几率其实算蛮少的。对，好像之前有看书有提到说。你得吃好几百颗，吃了250颗也不会死。对对对，就是说，但是你可能会很胀这样，对，会很胀，你是胀死。对对，他只是说，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其实吃药这件事情，但是它很有可能造成身体上的，比如说气管啊，影响受损很大，所以因为我那支气管这个地方，就咽喉这边啊，就整个就是洗胃的时候，然后咽喉这边整个。好了之后，咽喉这边整个都痛的。对，就洗胃很不舒服，但洗胃那时候感觉怎么样？我跟你讲，我真的不知道了啦，因为他已经昏迷了。我昏迷了，因为他吃的是大量的，就是有点像是安眠药嘛，安眠药之类，所以他其实是想睡觉的状态这样。对，超级。就是说他后来也是都恍惚了1-2天吧，那个药性都还在。对，可是就是你多喝水，它就不在了。对。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也是偷偷吃这样子，然后偷偷吃，然后我就偷偷吃，可是我就没有去洗胃，然后我就睡了好几天，然后就好了。所以其实吃药真的，我真的觉得吃药真的是不 OK 啊，就吃太多，不要这样子，对，不要太。对，就是说它的确就是帮助你睡眠，但是如果说因为其实你的就是身体一定会坏嘛，那我今天也想跟大家讲，就是说从一个陪伴者的角度，其实真的你没有去问，你都不晓得
像忧郁的人的时候，他们在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对，因为其实当我知道说他是想要赶快好的时候才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就知道说啊，那这个是一个很有求生意志的一种行动。对啊，这个是对他来说，只是说他用这种方式，虽然不是很正确，但是这个是他选择使用的方式，这样子。对对对，所以说当时候我就得去重新认识他们的心理状态，对，心理状态。所以因此就是说也会鼓励大家了。如果你今天家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忧郁症的患者的时候啊，你得多去了解一下他的状况。都得要去询问，不要就是直接用你很主观的判断说啊，他就是想怎么做，他可能求生意志不佳，他可能今天对于这个心情就是不好，但是很有可能他是心情太好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状况，或者是说他可能求生意志太强，他可能会有就做出这些行为，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从一个陪伴者的角度多问，只要多问2句就好了。但当时其实我也没有问，我就是不晓得一开始要问，所以我就会用我一些主观的判断，我觉得这个就是同理心上面的一个学习啊，对不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家人啊，遇到就是有遇到应该是家人，然后又遇到家人忧郁症，可是他们都处理不好，你知道吗？因为忧郁症的人就一下好一下坏这样子，然后都会处理不好，然后所以呢，你要真的就是你真的要去聆听他讲什么，然后听完就好，就知道，就不要再过问或是插嘴这种事。这真的就是突然好突然不好，你会觉得说不断的这些东西都在重复的发生。对，然后家人就会觉得说你难道是鬼附吗？就是你过来啊，对，鬼附身，或者是你怎么又来了，都重复一个礼拜又重复这种事情这样子。可是就是因为家人没有聆听，然后再还有一个就是家人会想要忽略，就干脆算了，安娜都安娜，就是他怎样就怎样就算了这样子，所以他就变成是忽略心态，对，然后就干脆不处理他，他就不处理他又不陪伴他，其实就更危险。没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就是失眠的时候，对，那开始治疗的时候，其实半夜他都会哭，半夜会哭这样。那时候其实我已经睡死了，所以他就哭的时候，他就是叫我，然后我就想啊，怎么就是我睡到一半然后被叫醒，其实心情很差。那但是他这个知道他有这个状，但是我心情其实很不好，我说啊又怎么了？你怎么又来了？对，其实我们正常人就是说都会有这种反应，因为你睡觉睡到一半，然后被叫起来，你就会想，你半夜的时候睡觉，然后就是被叫起来，这种感觉虽然我没有生小孩，但是我相信许多生小孩的婴儿时期应该都是一样的状况。对，你会很心累。你会很想说，你都这么大的人，你就不能够调节一下吗？你也要顾虑一下我们，对。但是这个，我相信对你来说应该会很受伤啦。对，没错，因为其实说真的，我真的就变成说，好像已经没有，就是没有专业的人来聆听，除非你要找那个50分钟就是2000块的智商师这样子，然后就听你讲一些你知道倾诉一些话，然后废话什么等等这类，然后可是我觉得家人是最主要的，因为家人医生他们都是看完诊就没了，可是家人永远都陪伴在身边的，对，所以其实家人真的要注意跟陪伴的其实是比医生还要更多。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吃药就是听专业的这样子，然后家人陪伴这样，而且常常有状况都是半夜，对不对？然后你又不可能就是随时有一个諮商师让你去讲，没错，对，你都要先预约嘛。那我今天就是突然心情很差，对，关心很差，所以我在当下我要怎么样去排解？其实家人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持啦。那怎么做？我觉得我从一开始我也分享一下，我一开始我不会，那后来我一开始也就是你可不可以安静？你可不可以好好的睡觉？你可不可以不要吵我们？我也会用这种指责的态度，然后去指责他，然后跟他说你不要这么烦这样子，不要不断的重复。但是后来发现这件事没有用，这样子没有用。那后来慢慢的就是说我后来就是用一些比较冷静的一个情况，就是听他，我会问他那你怎么了？就会听一下说你到底今天是为什么现在心情不好？为什么想哭？对，那但是
因为那时候很想睡嘛，或者是觉得很累的时候啊，怎么办？就是我跟大家教大家一招，就敷衍他。你上次已经分享过，对啊，没关系，因为一定会有新观众嘛，对啊，嗯就说就敷衍他，就是听到原来你是这样哦。对对，你就是捡最后一句话来讲就好了。就是说他今天说我今天就是一整天心情都很差。原来你今天心情都很差。对，你只要捡最后一句话来讲就好了，就是重复一下就可以了。对对对，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有被聆听到了。对，但是其实我当时就是让他感觉到被聆听，我这样还可以结束他的分享，然后我就可以赶快睡觉。所以说一开始我也知道一般人大部分人就是你不太说一定要把它陪到好这一次，你只要让他最低潮那段时间耗过就好了，对不对？对，就先耗过再说，不然那个半夜我们隔天还是要上班嘛。对不对？就先耗过这件事情，先让他有感觉。所以说其实我也不是说教大家说这个是假的陪伴，就是说你的确是有付出一些行动，就是但你透过讲回应最后一句话，是可以让患者感觉到说，那他有在被聆听的感觉。对，没错，其实去看诊医生也是这样。然后上司也是这样，所以就是他就是会很认真的听，然后听完就说原来你是怎样这样子这样对，大概就这样子。对啊，但这就是他们的专业啊，就是说只是建议大家可以用这个方式，至少可以缓解当下的情绪，不要急着解决问题，就是说不要急着把问题解决，因为它是一个不可能被解决的问题。没错，对，那既然不能解决，那我们就拖着，缓着，事缓则圆。这样的话，你就是可以先度过当下。因为既然这件事情它不能够被解决，那不如我们就是每一次我们就是慢慢的去让患者的情绪能够降下来，那也让我们的生活其实回归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对，因为当彼此都在一个稳定的生活心态的时候，对彼此的情绪对病情也都会有帮助。要不然你每天都在大吵大闹，对患者来说一定会觉得说那我都生病了，那为什么你要这样子，甚至是你会怪罪自己。对，因为其实主要真的是我会觉得说怎么都是我的错，或者是很低潮，就说我怎么那么没有价值这样子。那其实曾经我也要分享一下，就是曾经我开始服药的时候，他每天都问对，是真的鹦鹉没错。对，是鹦鹉对，然后他每天都会问一件事，就是说你今天还好吗？这样子，你今天还好吗？这样，然后我就一开始会敷衍他说很好这样子，可是我说真的，我心情一点都不好。然后就有一次我就跟他吵，我就说你不要再问了，我一点都不好，根本好不了啦，这样子。对，然后之后他才知道说这个真的不要一直问，因为一直问你会觉得很烦，因为变成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然后拖累了他，这样我会这样觉得，然后呢我就拖累他，然后就都要一直回去说我怎么样这样，我觉得真的很不好，就是你真的不要一直问说你最近还好吗？我跟你讲你只要用看着你就知道他好不好了。但我们男生有时候不一定看得出来，因为我们男生有时候眼睛很瞎，你知道吗？就是说之后有吃饭啊，有睡觉这样子OK 这样就好，所以我有时候真的是感觉不到啦。对，所以没错，生病的时候真的就是一点都不好，然后大家都很辛苦。对，真的OK， 那你也刚刚有提到你的这一盒药嘛？那医生开的有关大概就是对，医生有开的大概10多颗药。对，那你还说你有加一些保健的药品。对，你为什么要去吃医生药不够吗？为什么你还要加保健的药品？因为其实保健食品啊，它真的不是药用，因为药用是最好的啊。那如果说有时候你真的就是假如说你药停下来，或者是说反正它是有加成的帮助啦，就是医生的药已经很有效，可是它还会再加成你，就是让你比较舒服的，像那个 T 茶胺素，那个 T 茶胺酸那种东西，或者是红番叶。所以你大概目前加了哪一些保健的药品？那它大概通常是什么作用吗？
因为都是真的就是镇定神经的药品。然后 B 群很重要，因为 B 群就是我们就是算是那个就是资源我活力的那种来源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所以你有吃了 B 群，然后镇定的睡眠的这样子。对，反正就是镁跟锌我也会吃。对，镁跟锌的作用是。镁跟锌的作用就是镇定你的神经啊。对，就是说跟大家补充一下，镁就是镁的部分，就是我们通常会就是说你要睡得好，你就喝个牛奶。对，但是它主要是因为那个里面有钙，那钙能够帮助你安定神经。对，那镁的部分是可以帮助身体去吸收那个钙，所以说你可能就人家会说钙镁片。那钙镁片，那吃了之后就可以帮助你吸收，那你就可以安定神经，比较好睡。那锌的作用是什么？是壮阳吗？不是啊，锌的作用当然就是它也是微矿元素啦。然后就是真的，它其实应该是镁锌同盟啦。镁锌同盟，就是整体的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帮助你好睡觉，然后入眠，然后钙又可以吸收，然后让你整个就是镇定神经的这样子。那你吃这些保健食品有经过医生的讨论或同意吗？其实医生会说那个保健食品只是吃而已。对，其实真的没有效，有效的还是药物这样子，他还是会这样讲。然后他也不反对你吃啊。就这样子。那这样子为什么你还要吃？就是还要加这些辅助的，因为你已经有医生的药了。因为我真的很害怕我自己就突然间荡下来啊！你知道这种我们已经平衡很久的心情，突然间荡下来的时候，那个真的很恐怖。我就是随时随地真的要找人这样子。没有找人陪伴的话，我可能就当下马上就做什么不好的事情这样。所以其实你是因为害怕自己又回到那个状态，对，所以就想说，那我就是多吃一些保健食品的药，然后让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就再加成一点东西这样子。对，所以它其实并不是说一定必要的啦。对，不一定要，是我自己要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里面当中可能有一半的都是一些保健的药品。但这样子，你吃了这么多安定神经，会不会太安定？是安定到就是有点恍神这样子吗？恍神啊，睡不着，睡不起来这样子，睡了起不来这样，会不会？其实不太会啦。对啊，就是反正你也觉得这个是对你是好的这样子。我觉得保健食品真的是可有可无，但是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你吃是保健食品，一般人也可以吃，它会更舒缓你的情绪，让你更放松。像早上就吃一颗那个氨酸，对，那个叫什么氨酸我也忘了。刚刚讲那个，反正就吃那种，或者是番红花，或者是南非的，没事，这个太细的药太细我不讲了。对，反正就是你可以去谷歌一下，说什么药是可以让保健食品，然后可以让你就是比较安定神经这样子。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安定神经没有坏处啦。对，这种东西是没坏处的，而且保健食品就是也是没什么坏处啊。而且其实现代人其实大多处在比较焦虑的状态，你的速度很快，然后那个你的网络啊，然后手机一直来，每天的讯息、工作压力，其实每个人身体神经都会很紧绷。对，紧绷到一个程度之后，其实就容易生病了。对，那所以像前一阵子，其实我原本自己也都都是很好睡的人，但是因为后来我就开始创业，所以我就是晚上的时候就是会脑袋会一直转，一直想。对，那后来就是可能就是3、4点都睡不着。那我几乎没有这种状况过，但是因为生活的压力来，所以我就有这个状况。那个我那时候就有感觉到说，我不对劲了，所以他就有帮我买一些保健的药品。好像我其实虽然我不是忧郁症患者，但是我晚上睡前我也要吃大概12、13颗吧。现在吗？对啊。
那全部都保健药品。对的，12-3颗药嘛，对对不对？然后就也是一把，这里面可能有包括钙的啦、锌的啦，对不对？然后就是鱼油啊之类的。所以说我也想说，我怎么需要每天吃这么多药？对，没错。对，但是我也觉得说，那因为既然要保持身体的状态，那如果用药它是一种辅助，是觉得也还 OK 的样子，蛮舒服的。因为一开始他是因为世贤老师，他是因为头脑一直转，然后他会跟我讲说，我今天早上4点才睡。我说哈，你怎么都没有睡？然后连续好几天，我说你这样不行。然后因为他那时候又没有时间去看医生，所以我就把我的药拨一点点给他，这是违法的哦，这不要学。只是就想说看看他是不是需要到吃药的状态，而且我那时候只是放松的药物而已，他那个放松药物就是真的去掉都没关系的那一种，所以我只有拨半给他吃，然后他很快就睡着，4小时很快就睡着。对，然后我就察觉到他一定要去看医生了。所以他现在就去，对，也去看医生，然后吃一些助眠的药，对，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好排斥的啦。的确是啦，就是说很多人对于吃药这件事情，就是说，但我们并不是说大家一定都要吃药，只是说还是要回归啦，就是说你今天要用药、要减药、要加药，你一定都要问过医生，全部都要哦，因为你通常就是这样子，我只要知道说我现在是在调药状态，如果你调药状态就是这2个礼拜是调药的状态的时候，你就要把它笔记起来，说这2个礼拜发生什么事这样子。那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啦，好，有的时候就是说不同的医生会有不同的看法，对，没错，就是说那怎么办？因为譬如说，假设我今天我吃。OK， 就应该这样子说啦，就是说看你信的哪一个医生这样子，对不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医生他根本就是不是他的领域，他可能是家医科，对，可是他也懂这个懂一点，懂那一点，可是他最厉害的当然就是还是治一些感冒药，还是什么感冒还是什么等等这类的。声音应该恢复了吧？因为刚刚麦克风突然断掉，现在声音应该恢复了。OK， 好。好。对。然后继续说，然后就之后他就跟我他会跟我讲说，这个你就不要吃啊，你就吃那个家医科的医生会这样说。可是呢，因为家医科他也有一点权限，是说他不是身心科的，他不能申请这些药。对，所以他用药有限。对，所以你真的是身心状态的，还是真的要去找身心科。然后我就会跟那个我的医生说，某某医生说叫我不要吃那个药，然后就之后他说你不要听他的，听我的，我最专业。这样，就是我相信每个医生都有他专业的地方啊，就是说可能不同的科比遇到不同的状况。对，就是比较不了解啦。对，但是他们都是很厉害的医生这样子。对。那个有没有人觉得你不太像忧郁症？很多人啊。对啊，可是你明明看起来这么开朗，刚刚笑声又这么魔性跟爽朗，对，那就是说为什么？就是你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这样那种反差吗？就反差真蛮大的。对吼，就是对你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是忧郁症患者，他就可能是刚认识的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忧郁症患者哦。他说你一点都不像这样子。所以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说，这个都是药的作用。像我吃了3颗血清素的药，所以会让我很嗨。虽然我现在已经就是这2天感冒，然后就其实很恍神呐，可是很嗨，还是会一直讲话讲不停。这个就是血清素的好作用这样子。他今天有比较嗨，我有感觉他今天比较嗨一点点。对。那有时候人家都是相处起来都觉得他不像忧郁症，他又很开朗健谈，然后到处跟人家串门子social 啊 social 这样，公关王。对啊，那可能相对比起来，我还比较像忧郁症，因为我超讨厌跟人家讲话。
我很讨厌私下去跟人家串门子聊天，就是虽然我常常需要上台演讲，但是那也仅限于上台演讲，私下没什么事大家就不要交流了，这个是我的性格这样。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比较像忧郁症患者，但是其实并不是，外表看起来好的，但是他很有可能他的内心不一定这么健康。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很爱笑的，他或者那种爱笑的这种东西啊，就是哈哈哈很大声，或者讲话讲不停的这种东西，大部分是药的关系。但是呢，你内心世界还是很想自杀。对，真的，我就觉得说，反正我就好像都已经看到头了，什么，所以已经都到头了啦，就40岁可以了啦，这样子，对，不要再活了。然后我就会还是会想自杀，可是毕竟还是有理智嘛。对，所以我就还是，然后就真的还是不行啊，因为应该怎么说，就是我的医生就会跟我讲说，你不要这样子啦，就是还是活下去。所以他有推荐我一本书，如果有那个朋友的话，可以去搜寻一下活出意义来。哇，好鸡汤的书啊。对，他说你去看那本书，你就知道你的意义跟价值在哪里这样。那你现在找到你的意义跟价值了吗？有，就是帮助观众去认识生病的过程，然后艰辛的这个路程，然后家人的陪伴。对，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会想说要做这一类的节目，然后就去协助这个忧郁症陪伴的这个部分，其实也是跟我们讨论过，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要特别要做什么事情，只是说当时候问他说，那你有没有觉得你可以在网络上分享什么，然后可以帮助别人？他就觉得说，那如果说我们这样子的分享能够协助到过去一样遇到能在忧郁症的状况啊，这些部分呢，能够帮助到他们，他也觉得蛮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决定组成这个太太生病了这样的一个社团啊，还有这样的一个节目。我们很希望能够每周3的晚上，我们很希望每周3的晚上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直播。虽然今天是礼拜4，其实我们昨天本来要直播，但是因为他感冒，然后就想那就休息一天。那我们希望自己可以在每周3的时候固定来跟大家分享这一类的主题。那如果说有关不管是忧郁症，那甚至其实我们它还有其他的疾病包括购物成瘾啊，然后购物成瘾、暴食症、暴食的，上一段之前我们提过暴食的部分，那其实它本身还有一些身体上的疾病，这个都可以。是讲纳粹时期的那本吗？我不知道他没读。因为医生只给我说活出意义来这本书这样子，然后我就再也没去看过。连搜寻都没搜寻。OK 好，对，那就这样。所以说我们就希望能够在礼拜3的时候晚上，我们就是可以针对这些主题，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经验。那也可以，如果说今天有你或者是你的周围的家人正在遇到一样的状况，那你都可以就是私讯给我们，或者是加入到这个我太太生病的这个社团，你可以在里面当中把你的一些想知道的东西，你可以在上面做提问，那也会有其他的病友或家属当中做一些回应，那或者是我们也会收集一下，那觉得说我们可以分享的什么状况，对，我们就会病情，对，我们就会因此来就跟大家做一些聊聊，看一下我们当时是怎么做的，从一个患者，然后跟从家属的角度，那如何来陪伴，尤其是在最近，而且患者也很需要，就是告诉家人，告诉家人说我现在的需求是什么，你不要默不吭声，你一定要讲出来。你会说我最近心情真的很不好，然后我很想哭，我很想怎么样这样子，你都要讲，或者是说我这2天心情非常好哦，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都要讲，然后家人才不会去担心你，然后也不会过度的问候你这样子，你就会比较自在一点，然后舒服一点这样子。我是这么觉得啦，所以我常常会跟世乔老师说，我这2天不想讲话，你不要跟我讲话等等之类的这样子。对，我就会非常开心，太好了。可以不用跟我讲话，就不用找话题这样子。对，还好你也没话题可聊。对，类似像这样子，就是说患者要学会表达他们的目前的感受，那个陪伴者当中需要去学会同理，然后需要去知道他们的需求。对，我们不一定猜得准，但是透过
常常的听，就会知道说他大概在什么时间点大概需要什么，所以也是跟大家鼓励哦，希望大家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陪伴的过程，能够减少走弯路啦，希望我们都可以帮助到大家这样子，对，所以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什么病症，就是有什么生病的历史这样子，我觉得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在36岁的时候我就乳癌了，然后其实是第三期，所以呢我做重建，然后还有淋巴扩清，然后再来呢，在下1年之后我就子宫颈癌，然后还好是原位癌，所以我就整个都清除了，所以我没有子宫，然后也没有卵巢，等于是一个男人的啦就是这样子。再来就是我的病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但后面还有比较后面的病，现在比较维持的就是处在这个忧郁症的这个状态这样子，所以如果说之后啊可以分享的，我都会尽量分享。焦虑症啊，焦虑的也会有睡眠障碍，对，然后就是各种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都会在我身上出现。糖尿病前期啊，糖尿病前期，而且你知道吗？我才几岁，我就有痛风。痛风很多人都有痛风了，对，很多人现在痛风都很多年纪就有这样子，对，然后胆固醇过高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有一半是你自己的饮食上的问题，那有另外一半就是家族遗传，这是最大的问题点这样子。对，那不管怎么样啦，就是说我们之后会慢慢的分享，反正这个节目叫我太太生病了，也会跟大家一点一点分享，所以哪一些类似相关的议题啊，像这一次就是因为有最近观众比较多来问说，那有关于这个用药这件事情当中的一些挣扎跟纠结，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过程分享过来。那如果你自己还有一些很想问的，你都可以传讯息让我们知道，那我们就会整理一下。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希望我们下个礼拜3，好，希望下礼拜，如果说礼拜3没开播，可能就是当时我们的状况可能没有这么好，对，那因为既然是这个忧郁的状况嘛，所以我们就是伴随着他的这个心情，反正一开始我一定会先预告啦，一定会先预告，那只是说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就努力能够礼拜3的时候就陪伴大家，也成为我们一个动力这样子。对，可以，我们就一起加油这样子。好，谢谢。他说很棒的分享，然后很有收获，谢谢你的鼓励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拜拜，拜拜。93